好像老祖前几天就有曝光这个团长，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。叫她老公去调查吗？哈哈，不愁收集不到证据了。夫妇两个真是绝配哎，还想看他们打薛洋怎么办？我赞助2筐烂番茄，臭鸡蛋算我的。哈哈哈，笑死了。蓝湛，你看这个配音。魏无羡看到蓝忘机洗完碗出来，就第一时间分享，这下可真算出了一口气。蓝忘机擦干手，又去给兔子喂食，才拿起手机，但脚步一顿，站在原地没有动。怎么啦？魏无羡觉得不对劲，翻身起来2步就蹦到蓝忘机身边，累了吗？没有。蓝忘机摇摇头，收好手机，把魏无羡抱进怀里。魏无羡回抱住男朋友，手在对方背上上下抚摸，声音乖巧得很，累了就说嘛，下次别再抢着洗碗了，快过来，我给你按摩按摩。魏婴，我对你，蓝忘机低声说，是认真的。知道知道，我也是认真的。魏无羡把人往沙发上拉，很自觉地坐上对方的大腿，2只手装模作样在人肩膀上捏，你以为我是隔离无聊跟你闹着玩？蓝忘机微微摇头，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个人不靠谱，但是你看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谈过恋爱？魏无羡眨眨眼，可怜巴巴地看着蓝忘机，说实话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动心过，而且是动心之后就再也不想分开的那种。蓝忘机点头，我们不会分开。怎么啦？这么突然的，一点也不像我们家警察同志。魏无羡抬头吻上蓝忘机的嘴唇，人家网上都认定咱俩是一对了，你还没有安全感。叔父也看到视频了。蓝忘机淡淡的说。叔父，蓝老头。魏无羡心头一紧，也是，不认识他们的网友看在眼里就是2个扔番茄的大白，但在熟人眼里，这就是魏无羡和蓝忘机，更何况是明察秋毫的蓝启仁。魏无羡虽然知道2人交往，总有一天会被家里人知道，但他也是想着这种事急不得，先自由自在谈谈恋爱，等到时机成熟再给家里人汇报。但这风控都还没结束，就被蓝启仁知道了。魏无羡感觉老头锐利的眼神如刀子般扎在自己身上，吓得赶紧就要跑。怎么了？蓝忘机干净利落将人拉回怀里。魏婴，要去哪里？翻墙。魏无羡哭丧着脸，蓝湛，你叔父会打死我的。不要胡说。蓝忘机皱着眉头说，他不是最看重你这颗白菜吗？小时候他就经常教训我。魏无羡像鸵鸟一样把脸埋进蓝忘机怀里，救命！就不能循序渐进让他知道吗？不是说不再分开？对比魏无羡的慌乱，蓝忘机反而淡定如常。那我们私奔好不好？魏无羡搂着蓝忘机的脖子，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回来。蓝忘机似乎被魏无羡的话弄得哭笑不得，顿了一下才开口，叔父并没有不同意。那他是同意了？魏无羡急切地问。只是说风控结束后带你回家去一趟。蓝忘机解释道。好可怕，他会不会拆散我们？魏无羡瘪着嘴。不会。蓝忘机安慰道。我知道了。魏无羡忽然眼睛一闪，拽着蓝忘机激动地说，我们不如现在就生米煮成熟饭，那你叔父就没法反对了。蓝忘机，怎么了？魏无羡兴奋了起来，我们都确定关系了，也该做这种事了吧？家里没有什么？魏无羡追问道，避孕套和润滑剂。啊？怎么办？要不要让你大哥送点过来？魏婴，真够伤脑筋的。魏无羡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蓝湛，你要不直接上好了？我觉得我应该能承受。不行。蓝忘机一口拒绝。也是，魏无羡喃喃道。下午2人才在浴室里互帮互助，蓝忘机那尺寸魏无羡只有甘拜下风的份。他那么大一个嘴巴吃着都挺难的，那里那么小的怎么吃得下去？魏无羡想到这里，忍不住菊花一紧，有点后悔提出要生米煮成熟饭了。蓝湛，你就跟你叔父说我们已经上过床了。魏无羡又心生一计。蓝忘机有些无奈，魏婴，你不必。这时魏无羡电话响了，是藏色打过来的。老妈，什么事？魏无羡连珠炮似的说，我和蓝湛商量事情呢。商量什么？生米煮。魏无羡立刻掩嘴，煮饭的事情，
我们在讨论厨艺。你还住在旺基家吗？藏色劈头盖脸地问道。对呀，我和蓝湛相处挺好的。魏无羡看了一眼蓝忘机，这段时间多亏蓝湛照顾，不然你儿子我肯定都饿死在家里了。网上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怎么信网上的传言呢？真是的。魏无羡打着哈哈，原来跟家人坦诚自己出柜了，还真是不容易。魏无羡暗自捏了把汗。我觉得也是，藏色附和道。可一抬头，对上蓝忘机琉璃色的眼睛，魏无羡忽然觉得心里难受得很，自己怎么能这样呢？刚刚不是还说对这段感情认真，不会分开吗？自己在否认个什么劲？告诉家长就是正视这段感情的第一步。